西方教暗中经营3000世界数万年，缔造香火神国，通过香火功德、自身秘法，困住了无数本该来地府转世轮回的大批凡人魂魄。西方教要释放这些魂魄入地府，冲击阴司秩序，在6道轮回堵塞时，于血海之中另开轮回殿，将这些魂魄送去世间转世，从而自行确立第2轮回的地位。借此，西方教可因开创第2轮回，扭转自身气运，加强与天道的直接关联，并完善香火神国，让各处香火神国的凡人成为他们的功德提取法器，一转此前处处被动的情形。李长寿传声落下，此地各位高手面色都有些凝重。金陵圣母目光之中金光闪烁，传声骂道：这西方教当真好算计，香火神国第2轮回，其心怕是不小。3000世界也确实此前被咱们忽略，给他们钻了空子。黄龙真人却叹了一口气：唉，西方教为了大兴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天道不是有天机预示他们定会大兴吗？为何他们还如此急躁？万事总要有个过程嘛。他们西方教不努力，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废物？李长寿看向孔宣：道友，请你来这儿是因你神通强横，此事其实本与你无关。无妨。孔宣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：你师兄去了天外，艰苦镇守玄都城，我自是要为你出头。玄都大法师去了天外玄都城是真的，艰苦不艰苦，这就要两说了。刚才太极图还吐槽了一句，玄都大法师跟我这个小徒弟学坏了，为了能够安心睡觉，还偷摸的偷袭了域外天魔的老巢。多谢道友，不过事态可能比咱们想象的都要严重。李长寿左手张开，黑白阴阳鱼缓缓旋转，太极图显出踪迹。而后李长寿头顶玄黄塔，左手握住乾坤尺。赵公明禁不住吐槽道：这不就横扫圣人之下一切敌了吗？你还喊我们过来做甚？老哥，你这般想便错了，没有最强的法宝，只有更强的生灵。老师此次安排了如此多宝物为我保命，可见绝非易事。各位师兄师姐须得收起大义之心，小心应对。众高手一听，倒也觉得颇有道理，被李长寿拉入了写满了稳字的逻辑。正此时，侧旁试胆殿中传出了一声大喊：哎嗨，什么东西？贫道用灵宝堆你等身高，信不信？谋得过来，谋得过来！各位高手顿时写满了问号。李长寿连忙关了大阵，冲入殿中，把满头热汗的多宝道人给扶了出来。截教其他3位仙人立刻围了上来。云霄问：大师兄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多宝深深吐了一口气，咧嘴一笑，解开自身的封禁。道心顿时安宁了下来，满是感慨地看向李长寿：长庚师弟，你搞这地方做甚？当真是多少年未曾体会过这般感觉，担惊受怕，不知前一脚迈出去会遇到何种情形，但此时回过味儿来，也当真是舒爽得很，于道心有益。此地是为灵珠子师侄炼胆所用，耗费了我诸多心血，用了不少宝材呀。言说中，李长寿瞅了眼太乙真人，后者却是淡定地背着手看着天空，似乎是无事发生。当真够劲儿！多宝道人赞叹不已，极力推荐自己几个师弟师妹也一同入内，却被李长寿给拦下了。传声言说还是先做正事，为此多宝道人多多少少有点不甘愿。本着能忽悠一个就忽悠一个，以及好东西要跟损友分享的原则，多宝道人暗中忽悠赵公明进去历练一番道心，说的赵公明颇为异动。金陵圣母问：咱们接下来该如何做？直接杀过去吗？不妥。李长寿传声：敌状况未明，情形未明，咱们大摇大摆过去更容易打草惊蛇。此时当固步一阵，脱离对方视线，再伺机而动，寻其要害。
不动则已，一动必中，坏其算计。黄龙真人笑道：长庚师弟定是已有良策，咱们听着就是了。还请各位师兄师姐与我一同先入六道轮回盘中，咱们借六道轮回盘掩藏一下行踪。善。善。我不去。太乙真人一扫衣袖：哎，不必相劝，你们便是打昏了贫道，贫道也断然不能再入六道轮回盘。孔宣、黄龙不明所以，其他几位道门高手尽是一阵发笑。李长寿早有准备，正色道：师兄，你莫非不想解开误会，与那诺之化身重归于好吗？太乙真人嘴角一撇，眼皮子一翻：恕难从命，不如不见。哒的一下，一根手指点在太乙真人的肩头，太乙真人身形瞬间就静止，宛若泥塑一般。玉鼎真人淡定地用仙力卷住太乙真人，道：见笑，莫要耽误了时机。六道轮回盘内，九道神影刚刚立稳，一抹虚淡的影子就扑了上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被禁锢先驱的太乙真人。还好玉鼎真人和李长寿出手及时，前者收拾轻点，后者招来一缕太极图道韵，将飞来的虚影直接定住。莫要调皮了。轻叹声自远处飘来，朦胧间似有仙手轻摇，握住了一只上下悬浮的草环。李长寿暗中观察孔宣的反应，发现这位大佬正在好奇地打量着六道轮回盘内的情形，并无异常。而缺席了上次大战的黄龙真人，此刻也像是个局外人，有时不太适应此地的氛围。远处一抹白影，后土娘娘迈步而来，立于100丈之外的山坡顶端，对着众仙轻轻颔首。多宝道人一声拜见后土娘娘。道门高手齐齐行礼，孔宣也拱手抬头，算作了问候。各位不必多礼。后土温声说着，嗓音十分温和。今日各位前来，可是为血海深处大道震动之事？娘娘可知此事具体？后土目中流露出几分无奈。有生人出手，趁我不备，挪动了轮回大道，此事怕已是难以阻止。娘娘可知西方教具体之算计？似是要再立轮回，巩固自身气运。李长寿垂眸沉思。娘娘，七情失控最初是在何时？后土面露回忆之色。在此地待久了，已失去了岁月流逝之感，应当已许久了。多宝皱眉反问：长庚莫非怀疑西方教早已对地府出手？不错。李长寿在袖中取出几只流影球，缓缓前推，流影球同时照出道道流光。3000世界无尽神国，凡人祷告，漫天功德。在场之人都非寻常生灵，之前李长寿又说过其中内情，但此刻见到这些画面，他们仍然有些震动。后土眉头紧蹙，注视着那些生灵叩拜的情形，却问：凡如此信众，可是劳作耕种，采集狩猎？但信众皆以为耕种所获，采集所得为仙神赐下，那些于世间宣扬此道者，以仙神使者自居，实为凡人，却得供奉。万般种种所谓功德，凡人如牛羊草芥。人族上古便明天命不过人言之理，为何而今还要信奉这些？人族如今仙凡分离，炼气士以清雅自居，视凡尘俗世为污浊横流之地，无法与上古一概而谈。人族人皇难现，且就是人皇气运凝好了，也不过是在南赡部洲，无法影响到零零散散的3000世界。道门便是这般被西方教钻了空子。一旁诸位道门高手面露思索，李长寿点到即止，并未多说什么。有些事并非神通广大就可以改变，需要细细谋算，长久布局。随之他将话题引回今日正题，定声道：
西方教虽未对道门发难，但若他今日得手，大劫之中以各处神国为根基，仙兵源源不断，高手层出不穷，后患几乎无穷。各位师兄师姐，我为道门弟子，不想看道门衰弱。老师此前曾召我去太清观中修行3年，阻止西方此时大兴，也是老师之意。后土娘娘，晚辈冒昧再询问一事：若西方以其神国中积累无数魂魄相携，娘娘可会同意立第2轮回？后土站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，静默不语。孔宣在旁边哼了一声：若一时求人，却造就今后无数生灵为这般香火神国所控，因小失大罢了，又何必犹豫？玉鼎真人却道：但凡魂魄，皆为生灵之印记，后土大德，自是不忍。金陵圣母目中流露出少许冷意。若各位不想做恶人，到时贫道来处置那些幽魂便是。大劫当头，师妹莫要造杀孽，免得惹来业障缠身，为劫运所趁。多宝如此道了句，继续皱眉思考。黄龙真人小声问：莫非只有贫道一人不知咱们具体要做什么吗？李长寿哑然失笑，传声解释了几句。西方教正暗中建造新的轮回体系，待轮回殿完工，他们必然会拿出此前数万年在香火神国积累的凡人魂魄。现在最棘手的是，如果毁了西方教新立的轮回殿，那无数魂魄该如何安置？这些魂魄被西方教用香火功德和秘法护住，熬过了漫长岁月，本身或已经十分脆弱了。若是不能够及时轮回，短时间内就会消散。温柔如后土，自不愿看这般惨剧发生，而西方教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。在李长寿的眼中，这场博弈的最关键点就在于后土娘娘的态度。只要让后土娘娘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身后，不承认西方教的轮回殿，后面也就是斗法的事了。刚解开禁锢状态的太乙真人在旁边嘀咕：这事儿是西方教作孽，咱们纠结什么？后土娘娘带着的草环轻轻颤动，太乙真人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站去了玉鼎真人的身后。娘娘，假如我能够妥善安置这些魂魄，娘娘能否再无顾忌？如何安置？上策攻占血海，不给西方幽冥界立足之机。但此事无异于直接与西方教全面开战，较难达成。中策便是在对方放出这无数魂魄前及时出手，救下这些魂魄，而后尽快安排他们走6道轮回。下策尽力而为。一直宛若局外之人的云霄不由被这尽力而为4个字逗得一笑，原来这李长寿也有无法周全之时啊。赵公明道：定海神珠可以一试。多宝道人在袖中一阵摸索，很快就拽出了一堆的物件，麻袋、宝瓶、盆盂、宝珠等等等等，都可以用来温养魂魄、保存魂魄。大家都拿些，到时候能捞就捞，尽力而为。后土娘娘柔声道：世上之事总归难得圆满，若能有上中策，再好不过，但也不必强求苛责。香火神国禁锢众生，此为大害，还请各位不只站在道门，也站在众生一方看待此事。可需我做什么？李长寿拱手：娘娘只需不认第2轮回，其他事交给我们。后土轻轻颔首，抬手摘下头上的草环，向前推送。这草环缓缓旋转，飘向李长寿，化作手镯大小，套在了李长寿的手腕上。善用。娘娘放心。李长寿拱手做了一个道揖，表现得无波无澜，转过身来又对各位高手做了个道揖，包括孔宣在内9位高手齐齐还礼。金陵圣母道：莫要开口唠叨，你善算计，我等都心服，直接安排就是。
那我斗胆。李长寿的右手自袖中取出了一尊琉璃宝塔。赵公明笑道：嘿嘿，这塔看着眼熟啊。孔宣也是微微一笑，想起了那一夜的组团吹灯。各位师兄师姐与孔宣道友暂时委屈一下，进入宝塔之中等候，且容我详细打探一番，待收集够了讯息，拟定后续详细计划，再找准机会骤起发难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众仙接连称善，皆以为稳。多宝等仙依次飞入琉璃宝塔，云霄和孔宣排在最后。云霄仙子有些不放心地问：不如我与你一同在外？不用。放心，若说成事，我只有大概5成的把握，但若说保命，我此次的把握也勉强有9成8。云霄轻轻颔首，目中始终带着几分担心，又叮嘱几句让他不要逞强。李长寿自是含笑答应。孔宣倒是没再多说什么，便单独进入了琉璃宝塔中的一层，未与旁人掺和。随之，李长寿在后土娘娘那有些好奇的目光中席地而坐，开始忙碌起来。修为再高，也不能对自己的神通盲目自信。一山更比一山高，障眼法、变形术再精湛，也瞒不过比自己修为更高者的神眼。李长寿用太极图道运遮住自身，短暂恢复了真实的形貌，而后拿出眉笔、脂粉，开始细细描画。他当年为何钻研丹青啊？一是为了给纸道人定妆，二就是为了给本体变装。今日刚好就用上了这般大法。